我昨天做了一款小山进大师的咖啡欧蕾小面包，这面包看上去挺不起眼的吧，甚至还有点丑丑的，但是这个面包风味真的很独特。它是一款带有淡淡的米香，还有咖啡香，然后里边还包了红豆和芝士，这4个口味相互放在一起，融合的特别好。但是它们各自又都能品出它们各自的风味，真的特别好吃。先按照这个配方，水和1块面团。原配方是50克糖，我放了40克，因为我的红豆馅比较甜。咖啡粉可以根据你那个粉的味道做调整。这个配方糯米的量比较大，最后吃起来会有点糯米的一个米香和口感在。如果你的厨师机没有冰桶，那你可以把材料揉成团以后放冰箱冷藏1晚上。如果有冰桶，那就冷冻45分钟再揉。然后等你正式揉面的时候，可以再提前冷冻30分钟，这样揉好的面温就不会太高了。另外可以选择气温比较低的时候揉面，比如早上，这样也能更好的控制面温。这个面团出模挺快的，刚开始我是先用5档揉了10分钟，就揉到这样的状态了。这个状态已经快接近9分筋了，然后就加了黄油继续揉。因为面团已经快要揉好了，那就用低速3档揉3到5分钟，揉到黄油充分的和面团混合了，就停下来检查状态。如果出模了，就可以停止揉面了。我是又用3档揉了5分钟，最后就揉到这样。我是觉得稍微有一点揉过了。揉过了以后，面的弹性没有那么好，容易往下垂。不过我这个只是轻微揉过，影响不太大。中途可以做一个翻面的动作来刺激面筋，帮助面筋增强。揉好的面温度不要超过28度，然后就可以发酵了。放在不超过28度的环境里发酵，先发1个小时。1个小时以后看一下面团的状态。如果你的面揉过了或者水量特别大的话，发酵的时候这个面团的筋度没有很强，那它就容易横着长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它折叠一次。折叠的目的就是让面团的筋度变强，从而改善口感。因为筋度不够的话，面包最后吃着就没有嚼劲儿。而且这个配方还放了很多的糯米粉，本身它的筋度就会比其他面包差一些。给它这样往中间折过来，然后再轻轻的拍一拍，排掉一小部分气体，千万不要把气全部拍掉，然后再从下往上给它折过来。这样看着就比刚才挺利了很多，对吧？然后再发酵30分钟。那又发了30分钟以后，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面团它高度变高了很多，已经不再横着长了。那我这个面团就拯救成功啦！按一下轻微回弹，体积也是以前的2倍大，这样就发好了。然后给它分成50克一个的小面团，这个配方一共可以做20个这个小面包，最后一个是40克。分割好以后，就把所有面团都滚圆，然后依次给它按顺序排好。第1个滚圆的就放在第1个，然后第2个、第3个、第4个，这样给它排好，盖好，松弛25分钟，然后就可以整形了。整形的时候也是按顺序整形，表面撒点粉给它拍扁，然后翻面，放上15克的奶油奶酪和30克的豆沙馅。奶油奶酪可以不提前回温，这样会更好包，因为这个时候它比较硬，包的时候就没什么难度。那怎么能更好的把馅儿包在中间呢？面团不要拍得太大太扁，有一定的厚度，然后把馅儿放上来，稍微按扁，接口处捏紧就好，不要反复的捏。反复的捏可能到最后那个馅儿就跑上半部分去了。不过这个面包每一个面团是50克，内馅是45克，还是很容易包在中间的，馅儿比较大。包好一盘就先去给它发酵去，然后继续包下一盘。可以在45分钟的时候就检查一下面团状态，这个我觉得发的还挺快的。手指蘸点面粉，按一下侧面，有轻微回弹，面团上还留下一个指印儿，这样就可以烤了。放在烤箱的中下层，上火210度，下火180度烤12分钟左右。这个面包如果你想让它更好吃的话，表面还可以再挤一些咖啡味的墨西哥酱，不过我没弄，我觉得这样就已经挺好的了，要不然热量太高了。第1盘烤完以后，如果第2盘刚好也发好了，那就也放进去，相同的温度和时间去烤它。如果第2盘还没发好，那就再发一会儿，然后再烤。现在你们看到的状态是我放了1晚上以后的状态，因为我电脑坏了，烤完面包我出去修电脑了，放了1晚上还是很松软，面包闻着很香，有咖啡香味儿，还有淡淡的米香，搭配在一起可以融合得很好，但是每吃一口都能体现各自的风味儿，真的超级无敌好吃。有时间的话你们也试试看吧。